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春末夏初，又是大黄上市的季节了。今天我们来做大黄果酱。我实在是太喜欢大黄的味道，非常清爽又非常强烈的酸味，略带草本植物的香气，做成果酱或是派的馅料都非常好吃。今天的这款大黄果酱，糖量经过调整，最后的果酱里大黄独特的酸味比较突出，并不会过于甜腻，而且制作起来很快，不需要站在灶台前长时间的不停搅拌。颜色也是非常诱人的鲜艳的红色。食谱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处，以及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查阅。喜欢的话，也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900克大黄洗净后，切成2厘米左右的颗粒状。国内的朋友们可能对大黄并不熟悉，我想了好久该怎么来描述它的味道。能想到最接近的是小时候吃的草坪上三叶草的茎感的味道。至于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吃三叶草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从小就有勇于尝试与探索的精神吧，命中注定要读个 PhD。 加入300克的细砂糖，这个33%的糖量比例相较于通常的果酱来说已经非常低了，不建议再减少。大黄本身的味道非常酸，糖量太少的话真的不好吃。我总觉得为了健康而牺牲味道就有点得不偿失。擦入大约半个柠檬的柠檬皮屑，再加入35克的柠檬汁。柠檬汁能调节果酱的味道，让酸甜的味道更加融合，还能凸显强化大黄的味道。总的来说就是让果酱更好吃。此外，柠檬汁还能让大黄在熬煮过程中更多的释放其中的果胶，使得最后果酱的质地比较浓稠。擦入与柠檬皮屑等量的橙皮屑，再加入30克的橙汁。橙子的味道与香气跟大黄非常搭，也让整个果酱的味道层次更丰富。开中火加热，稍加翻动，让大黄受热均匀，同时糖能均匀包裹在大黄颗粒的表面。随着锅里温度升高，能看到有许多大黄的汁水析出。等到锅里的液体沸腾后，改为中小火加热，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，煮大约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大黄的汁水已经得到充分释放，用一个细砂网将锅里的汁水过滤出来。轻轻翻动并挤压砂网里的大黄，尽量让更多的汁水过滤下去。把果汁倒回锅中，开中大火加热。分离水果与果汁的操作能极大缩短果酱熬煮的时间。在做比如草莓、蓝莓等其他水果果酱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如果水果一直都放在锅中一起熬煮，随着锅里的混合物变得浓稠，热量就会只聚集在锅底，不容易在锅中的液体中形成对流。此时就需要我们使用小火加热并不停搅拌，防止局部过热，让果酱能均匀的受热并浓缩，熬煮果酱的时间也就会变得非常久。现在果汁连同融化的糖一起被过滤出来单独加热，就可以放心使用中大火来加速果汁的浓缩，一直煮到锅里的液体达到105摄氏度或221华氏度。这个温度下，水分适量蒸发，液体中糖的比例变高，冷却后与果胶共同作用，使得果酱有合适的粘稠度。如果你减糖减的比较多的话，达到这个温度时，果汁也就所剩无几了。把之前的大黄果肉倒回锅中，继续中小火加热并持续搅拌。当果酱沸腾，再煮大约2分钟就可以关火，并趁热装瓶。装果酱的瓶子要用耐热的玻璃容器，瓶盖最好有额外的密封圈或密封盖，连同瓶盖一起用开水煮10分钟来消毒，能延长果酱的保存时间。捞出晾干就可以使用，这一步可以在煮果酱之前进行。果酱装瓶后旋紧盖子，然后倒着放凉，
这样能减少冷却过程中进入瓶子中的空气，同样也是为了延长果酱的保存时间。这个食谱用的糖量不多，做好的果酱开封前可以常温保存3个月，开封后放在冰箱里，最好在1个月内吃完。可以看到果酱的质地很粘稠，鲜艳的红色看上去也很有食欲。简单搭配原味司康一起享用就很好吃，或是涂抹在吐司表面，作为马卡龙的夹馅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